人也好，具体的事物也好，他说这个状态、那个状态，这个状态改变为另外一个状态，另外一个状态，无穷无尽。我们这过度的解释了一个状态，就是这么。否则的话，我们称不上它是一个哲学的文本。那好了，我们下面呢来讲这个于物为化。于物为化呢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补充一条材料，讲讲什么叫这个于物为化。它有各个层面的意思，但是呢，它要点是讲的是状态跟状态之间的关系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《达成篇》里面还有这个这样一段话。他说：“这个弓垂悬而盖规矩，之于物化而不以心急，故其灵台溢而不止。”这句话也很有名。弓垂呢，指的这个垂可以和单立人去掉，垂直的这个垂也可以，没有什么问题，这都是一个字。弓垂呢是古代传说里面的能工巧匠，称弓垂的，就称为垂也可以。他的职业是那个他悬而盖规矩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可能是有一个车床或者啥的，反正就是类似的做那个你比如说做那个陶器的是吧？拿那个坯子，很快，但是呢，他的这个做的东西呢，符合他的规矩。所以说，他说他的手，比如他的手指和他手里面要做的那个东西，那个物，是融为一体。这是讲的是智，我们进入了那样的一个化境，记忆特别重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说不以心急，他说不是说他用理性的判断，哎，我这力道什么，让他是800转也好，还是600转也好，还是1400转也好，不需要。这些所谓的知识，它都在他的手上，不在书本上，对不对？像我们今天，特别是说我们到厨房里面炒一个菜，特别炒菜，比如说做中餐，不是做别的，炒菜，是吧？哎，你说猪肉400克，咱们那个称一下，面粉什么12.5克，你称一下，然后撒上那个几克的盐啥的，你称好了。你问一问大厨师，你问问厨师，这人会做饭吗？他不会做饭，他不需要那些，对吧？在你手上，在手上，对吧？那些拿着小红书去炒菜的人，我就觉得他们会做饭。他们会做饭吗？对吧？突然想起来了，哎，还少点啥？做饭根本等不着你那个查小红书，它只与物化，不以心急，它不在手上。它是讲的是啥呢？它讲的是我们手进入了化境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，它就于物为化。你和那个你要做的那个东西对象没有区隔，那个隔阂。哎，请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所说的，艺术家所希望达到的那样的一个境界，你不管他是从事哪种艺术，是不是都是这个？是吧？那歌剧演员们唱的都是是我唱，是神在唱，只不过通过我的手，是吧？那什么？那个槐树写那些狂草，有一次他喝醉酒了的写字，写完了以后
搁下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起来，谁来了？我们家里面的人叫我，谁昨天来？昨天喝多了，不知道谁来。昨天没人，是吧？这是谁写的？这不是你写的吗？我写的有这么好吗？不是你写的，进入那个画境。这种情况呢，有人称之为这个万笔无果，就说他的手腕已经在那儿写，只不过通过他的手。所有的这些描述，这些讨论，其实讲的都是止语入画。我们进入实践那个意义上那个画境之后呢，所谓的主体跟客体之间的这个界限消失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